塔瓦纳忽然的警告，让化妆师立刻意识到了危险。他跟随塔瓦纳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塔瓦纳有如此强大的攻击性。而对塔瓦纳话里的内容，他也没有任何怀疑。谁都知道塔瓦纳是当今世界上最赚钱的歌手，没有之一。他的音乐授权给世界各地的歌曲软件、电影、电视，还有实体唱片的销售。每天在听他歌曲的人没有几亿，也至少有几千万。这些人都在用实际行动，在世界各地如萤火虫般为塔瓦纳创造收入。单个萤火虫的光点可能微乎其微，但要知道，这是几千万甚至更多人共同汇聚的观点。当他们全部都聚拢到塔瓦纳银行账户里的时候，每天将至少为他带来上百万美元的收入。这些版权收入是任何人和团体都无法剥夺的。就算塔瓦纳将来因为某些言论遭到了全世界的抵制，只要他的歌还有人听，那些平台也必须要付给他版权分成。这就好像 J.K. 罗琳，那些哈利波特的演员可以攻击他、批判他，但永远不可能把他的名字与这部作品剥离开，因为还有人在看他的书，在买他的书，在翻拍他的故事，他就可以拿到应得的那部分版税。如果塔瓦纳在现如今30来岁的年纪就选择躺平，那他这辈子都可以过上最顶尖、最奢华的生活。对于他这种靠名声混饭吃、混个人溢价的化妆师来说，资历和口碑就是他的饭碗。一旦资历出了问题，或者口碑崩塌，那他将彻底失去苦心经营的社会地位。化妆师是没有版权收入的，一旦没有人雇佣他，他就会弹尽粮绝。此刻的他心里已经非常忌惮，生怕塔瓦纳真的跟自己死磕到底，于是便立刻转变态度，谄媚又满含歉意地说道：塔瓦纳，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糊涂了。合作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只要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心全意为你服务。那些立场和意识形态，我可以全部抛诸脑后。塔瓦纳不屑地说道：算了吧，凯文，你的嘴脸我刚才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你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你现在人畜无害，无非是意识到自己的獠牙敌不过我，所以从今以后，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有任何联系。如果你能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在外面胡乱说话，那你就可以告诉所有人，我们的合作是好聚好散，甚至你也可以告诉所有人，你已经厌倦了和我的合作。但如果你敢说一个对我不利的字眼，我会让你在整个娱乐圈无法立足。说着，塔瓦纳音量提高几分，厉声道：凯文，你记住，如果你是一枚腐烂发臭的鸡蛋，那我塔瓦纳斯维特就是一座金山。你我之间不仅价值相距甚远，坚硬程度也有天壤之别。如果你区区一枚臭鸡蛋就想要与金山碰一碰，下场必然粉身碎骨，而我最大的损失无非就是被你的臭气恶心一下罢了。说完这话，塔瓦纳没再理会他，而是看向自己的经纪人，冷声道：给埃迪打电话，让他明天就飞到东京来，以后由他担任我的化妆师。经纪人也被塔瓦纳今天表现出来的攻击性所惊住，忙不迭地说道：好，我马上就给他打。一旁的凯文面色苍白，心中懊悔又满是害怕和担忧。他第一次见塔瓦纳如此有攻击性，而自己也确实被对方的气场彻底震慑住。他知道自己惹不起塔瓦纳，于是只能一个人灰溜溜地逃进卫生间。他还有很多私人物品在化妆间，但这个时候他不敢再去触塔瓦纳的眉头，所以便只能躲进卫生间，想等塔瓦纳走了之后再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日本。原本他确实很想报复塔瓦纳，甚至打算用自己是塔瓦纳化妆师的身份对塔瓦纳进行添油加醋的爆料，最好是能通过自己的言论把塔瓦纳塑造成一个虚伪狡诈的小人。他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切入点，直接以同性恋的身份告诉所有 LGBT 群体，塔纳并不是真的关心他们，
也并不是真的要为他们争取什么利益，而是在利用他们标榜自己。加之塔瓦纳今天晚上一反常态的没有为 LGBT 发声，这就成了自己最好的助攻。可是现在他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塔瓦纳强大的气场，以及威胁自己时那种满含肃杀的态度，已经让他彻底胆寒。他只能选择接受塔瓦纳的提议，老老实实的滚蛋走人，起码还能混个塔瓦纳前御用化妆师的头衔。此时塔瓦纳告诉自己的经纪人，还有一件事，你今晚告诉团队所有人，终止一切休假计划，未来1个月内，我要在华夏开10场演唱会，所有人等这10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再休假。经纪人惊呆了，脱口道，要去华夏开10场演唱会？塔瓦纳，这么大规模的演出计划，怎么到现在才通知？很多工作要提前协调筹备，这个时间窗口太仓促了。况且大家都以为东京的演唱会结束之后就休假了，所以大家都已经订好了从东京出发，去往世界各地的机票。这时候让大家终止休假计划，恐怕大家会很难接受的。塔瓦纳淡然道，现在才通知你，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今天才敲定的。至于时间仓促的问题，是你需要想办法去克服的。华夏距离东京很近，我们这次演唱会带过来的设备，可以直接在演唱会后直接发运去华夏，需要从华夏当地协调的设备，你现在就可以着手去做了。如果你在华夏没什么资源也不要紧，可以找前客帮忙，无非就是多出点钱而已，这都不要紧。至于团队假期的问题，你稍后向所有人传达，这次所有留下来陪我完成这10场演唱会的人，都将得到5倍薪资。如果10场演出能够圆满结束，不出现重大演出事故的话，我再额外给每个人2个月的薪资作为奖金。另外，演出结束之后，我个人出钱，送他们1张去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头等舱机票，再给他们20天假期。经纪人听完这话，整个人都傻了。加班1个月就能得到5个月的薪资，干得好就能得到7个月的薪资，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等于是干好这1个月，能顶得上平时大半年。这么丰厚的薪资奖励，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离开。于是他有些激动地说道，好的塔瓦纳，我稍后就召集团队所有人开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塔瓦纳点了点头，淡淡道，今天夜里0点之前把名单做出来，谁愿意留下，谁不愿意全部统计清楚交给我。经纪人赶紧道，没问题，我会在今晚之前把名单给你。塔瓦纳没再说话，转身便进了自己的化妆间。此时一个人进到化妆间的塔瓦纳，心情忽然感觉豁然开朗。方才的言论并非他一贯的风格，只是在面对凯文那无耻小人的嘴脸时，他忽然想到叶晨在与自己辩论时的那种自信，以及在救下自己拿捏三井良校时的强大气场。他也不知哪来的灵光一现，回想着叶晨的一言一行，不由自主的便上演了一场现学现用。而这也让他发现了新的大陆，这种对待敌人气场全开，毫不留情的方式，着实令人心情愉悦，大呼过瘾。这时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崔佛有些小心的在门外问道，塔瓦纳，我能进来吗？塔瓦纳脱口道，进来吧。崔佛推门进来，随后赶紧将门关上，忍不住感叹道，塔瓦纳，你刚才处理得太棒了，我还以为凯文这时候反水肯定会很麻烦，没想到你竟然把他给吓住了。塔瓦纳道，我不是吓唬他，只要他敢那么做，我就一定亲手砸了他的饭碗。